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13号星期六，今天下午1点半，北京时间，咱们直播间见。昨天的复盘视频，我觉得说的还行，但是后来我又看的时候，发现其实还是漏掉了不少细节，时间太长了说的。今天有个好消息，就是指甲好了，带引号的好，然后比赛的证书来了。先跟大家说说指甲，一直关注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这次比赛之后，2个脚的脚指甲、大脚趾的指甲都不行了。现在右脚还看不出什么，当然不疼了。左脚呢，指甲已经就证明肯定是要掉的了，因为就指甲和甲床中间有特别大的空隙，因为底下那个水泡消失了，破掉了。昨天这儿下了特别大的雨，早上跑步的时候，泡了一早晨，回去一抠，它那个磨掉的那些皮都掉了。现在就等着后边的指甲把那个旧指甲顶出来，然后它就自己就掉了，没敢使劲抠，所以算是好了。就是现在这么跑步，指甲已经不疼了，没感觉了，就看能不能把新指甲长得好看一些。我特小的时候，刚记事儿没多久，我听大人说，不管是指甲还是头发，说头发想长好看怎么办呀？刮光了，长出来的就亮了。说指甲也是，那要听着特别吓人。还有就是正式成绩证书也出来了，一会儿给大家看看，待会儿咱们再聊。刚才开机前碰到一位频道观众来旅行，在这儿跑步，打了个招呼，合了个影，看一会儿要是再能碰见，给他留个联系方式，到时候收集一下照片。这是一个剑道馆，可能利用暑期之前在维修。大阪马拉松那天，这儿还有小朋友的剑道的活动。给大家看看证书啊，我一共拿到了5张，但是有一张特别奇怪，因为其中一张写的是 Sub9。我一开始猜的是，我说我的净成绩也没有进9小时啊，然后我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按这模板生成了一套，你看你用哪张。但是后来家属又说那不对啊，你不能是 Sub9 啊，因为他那个9肯定不是针对每个人的，对不对？那就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可能就是他程序读错了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 Sub9 就是9小时以内是个什么坎儿，有这么一张证书，但是我没到。而这证书的逻辑是我想的那样，就是每个人都有5张，因为我也没去问野口先生，还是野口先生告诉我证书出来了。我看有小伙伴特早比赛完之后就发了我的一张证书，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边马拉松比赛证书的逻辑。这边是这样的，就是和大多数马拉松一样，有一个实时追踪，靠一个第三方的 APP 提供，然后这 APP 还是半免费的，就是你一次只能同时追踪4个人，超过4个人就得花钱，得订阅。然后之后比赛之后，很快就会有一个成绩速报，这个成绩速报和最终证书大部分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的，有的呢是像大阪马拉松那个成绩速报是只有一个时间，没有名次，因为名次要等最后统计。
像这次左旅坚这个速报里就有名次，但是都是就是当时那一瞬间的。然后之后大概过1周或者2周，会有最终的成绩证书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是因为，还要严谨排查一些东西，比方说你是不是有犯规，然后有没有计时毯漏记，这些都需要人工去做。也就是说，昨天傍晚出的这证书就最终尘埃落定，和当时的速报没有区别。因为看起来我这成绩对我来说配速不够快，后边还掉了，但是其实100公里是个苦差事，它得是要长，就是怎么说呢，训练年限得长，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点。那昨天这5张证书，一张是人生第一次超马，这个我不太懂，好像是个超马的组织发的，但证书底下有它的标，我还没查。另一个就是这场比赛的赛会的，还有一个是个人的100公里 PB， 这种感觉好微妙啊。还有就是今年的100公里 PB，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有下一次 PB。有小伙伴说，无论是100公里还是马拉松，甚至是半马，都是极限运动，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。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，就是对普通人来说，别说半马，你跑一个10公里或者5公里，对身体都是有害的。可能大部分人跑完5公里都得有伤痛，如果他跑不下来，你硬让他跑的话，这个就是和你的训练水平相关吧。你看现在对我来说，如果跑一个半马，我应该是轻松愉快，什么事儿都没有的。全马呢，可能如果全力以赴的话，大概有3天左右的影响期。但是你的感觉是，虽然你的肌肉受损了，你的身体有损伤，不管是哪儿，但是我的体感是我能很快的自动纠正过来，就是恢复过来。但是我现在的能力，我去跑100公里，就算最后特别慢了，我跑完以后，我的感觉是我的修复过程特别的艰难，就觉得怎么就不好呢？每天都觉得快好了，但是每天早上一起跑就觉得特累，所以这个月到现在才跑了100公里。累吗？昨天才跑了第一个正常的21公里的距离。而且我这个脚指甲的问题，其实这不是第一次，但是大拇指是第一次。我有过3次黑指甲，那2次都是食指。第一次是我刚把训练量提到300多公里每个月的时候，开始跑3休1，前2天跑20公里的时候，第一次脚底下磨特大的泡，并且坚持跑也是那时候。然后我的第2次黑指甲是在特别疲劳的状态下，或者疲劳没有恢复的状态下，参加无锡马拉松，那是第一次正式比赛，我破3，就期望很大的一场比赛。第3次就是这次，细心的小伙伴应该已经发现了，这些都是发生在你每一次突破的时候。第一次加跑量，那个时候因为很少那时候跑14、15公里以上，那段时间就硬逼自己
去跑，连着2个跑2个20。第一个月勉强，前20多天还好，最后1周，突然有一天把脚磨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后来可能是为了，就人不自觉的就会趋利避害，去避免磨那地儿沾地，可能落地开始有变化，然后右脚食指就黑指甲了，那次也特严重，后来出了好多淤血，指甲掉了。但是那次教会了我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月是我第一个月能跑到，那是我第一个月能跑到400公里。如果最后1周我因为受伤减少距离，就跑不到了，所以就硬顶下来的。那脚指甲黑了，不光是黑了，前几天可疼了，那指甲根儿那儿，那种，就是那种淤血的疼。第2次无锡马拉松，那时候其实我可以轻松愉快的破3，甚至破250，但是因为心里没底，在不到2周之前做了一个当时的北京马拉松的线上，自己在公路上跑了一个全马，跑2小时51。那天跑完以后虽然没有受伤，但是那个时候跑2小时51跟现在完全不一样，都好累啊，让所有的都是疼的。第2天之后只有12天的时间去进行下一场比赛，那时候也没有经验，觉得2周挺长的。到无锡的时候还挺累，所以无锡那场比赛很艰难。到30多公里的时候，32公里出现了今年大阪马拉松最后2公里我出现的那个右胸疼痛的问题，就感觉吸不进去气，就硬顶下来的，而且只跑了2小时56，跟预期的还是不一样，但是破3了嘛。那次之后回到酒店一看，2个脚指甲，左脚的都坏了。而这几场比赛都是同样的鞋，我那几场比赛都是一双橙色的1代的 Vaporfly。你看之后调整的好，训练的好，到之后那年的副中心跑2小时44，也是同一双鞋，跑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跑完我还能跑呢。所以痛苦和伤病都是出现在突破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意识到你突破了，但是你发现这些东西出现了，那可能你就意味着你要突破了。这次也是的，这是我第1次跑100公里，甚至是我第1次跑超马。所谓超马可能50公里就算是入门，然后70，然后100，我这上来挑战最远的，它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大事儿。所以出现这些问题都在情理之中，它说明我也突破了。因为你看野口先生跑完之后就没停，基本没停训，所以说明他的指甲这次肯定没出问题。但是他跟我分享他的参赛经历，这已经是他第3次了。第1次没有完赛，跑了70公里。第2次你们猜是哪一年？因为这不涉及隐私，无所谓。那对吗？就是他的第2场佐吕间，第1次完赛是2010年，今年已经相隔14年了，是他第3次参赛。2010年他跑了9小时40多分钟，好像是
而这10几年的训练，我相信他这10几年的训练有可能因为刚步入社会工作的变动等等，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一直这么的优秀。但是人对一件事的态度是什么样，对大多数事儿的态度也差不到哪儿去的。所以他这10几年的训练应该是很刻苦的，就像我这10年的训练一样。或者其实我真正刻苦训练也就是这4、5年的时间。你的能力决定，咱们回到刚才那个一开始的话题，就是是否有害。你要是没有那个训练水平去参加那个比赛，就是有害。就像我这次参加100公里，对身体的伤害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挺多的，但是呢绝大部分或者甚至100%它都能康复，它不会说你就携带终生了。有可能你指甲长出来没有原来好看，最多了，对吧？都能缓过来。所以这伤害呢都是暂时的，一过性的。想没有伤害可不可能呢？我觉得有可能，就是提高训练水平。你看100公里的冠军这次这么热，6小时10，去年好像是6小时06，那3分40的配速啊！我看有一个日本的 YouTuber 发他的视频，但是他退赛了，可能成绩没达到预期，在后边退赛了。他跑到第一个全马的时候2小时31，那是100公里的全马呀。所以就是对人外有人这个理解，有的时候我还是太浅显。我老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这1年多认识了这么多小伙伴，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努力。那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就看你怎么对待生活，怎么对待训练，或者说怎么对待工作，怎么对待家人，是吧？行，那咱训练之后再聊了啊，加油干！7月13号星期六清晨7点04训练结束。今天第2个训练日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。今天这半程马拉松跑完还是累，确实是累，但是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得逼自己回到那一步，否则就是你就不进则退嘛，不好说。当然也不是说大家都要就把自己拼的都不行。你看我这歇了，今天都13号了，对吧？13天、12天恢复正常，是不是？平均配速4分38，不慢呢。心率148，今天又特别热，中间喝了1次水，就喝的白水，还是空腹晨跑。一到夏天早晨跑步之前就不吃东西了，就一杯黑咖啡，然后待一会儿。有的时候忙忙工作，像今天周末没事看会儿电视，还说呢，我这电视的第一个 HDMI 口坏了，那回去还得联系一下厂商。哎呀，小伙伴们，没电了。今天其实录了特别多，叨，我说了一大堆，但是其实可能剪进影片的没多少。回家补录一个结尾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再见。